今天讲几个从老辈人那里听来的灵异故事。太姥姥今年91岁，除了老年得了眼疾，几乎看不见东西以外，身体还算硬实。不过这2年也有点糊涂了，说话含含糊糊，颠三倒四的。她跟着舅姥爷住在农村，以前小时候每到农忙时节，我奶奶就会把太姥姥接到家里住几个月。然后我那时候天天一放学就赖在太姥姥身边，听她讲故事，晚上还喜欢跟她一起睡，听她讲记忆中小时候亲身经历的一些事，也有一些传说故事真假已无从考证。故事1，太姥姥说很多小孩小时候都能开天眼，能看到一些常人看不到的东西。她说她小的时候就有天眼，有时候一闭眼就看到各种红的绿的脸谱在眼前晃来晃去，而且他在夜里看东西也看得很清楚。有一次半夜被尿憋醒了，迷迷糊糊地从炕上爬起来，揉着眼睛喊娘说要尿尿，但是没有得到回应。他迷迷瞪瞪地睁开眼一看，一个陌生的老太太盘着腿坐在炕上。那老太太头戴抹额，身穿斜襟棉袄，正在低头看着太姥姥的娘，然后一只手拉着太姥姥娘的手，另一只手拿着一个内鞋的鞋底，啪嗒啪嗒的在打太姥姥娘的手心。太姥姥吓得哇哇大哭，他娘和他爹被吵醒了，从炕上爬起来，点上灯问他怎么回事。他把他看到的说了之后，他娘问了问老太太的穿着打扮，沉默了半天才说，刚才做梦梦见太姥姥的奶奶了，而这位老人家在太姥姥出生前就去世了，太姥姥根本就没见过。故事2，在太姥姥小的时候，她的外婆家里条件挺不错，好像是地主还是啥的。我那会儿小也不太懂，反正应该是个大户人家。因为他说他家雇着长工和短工，太姥姥的外婆家有个长工非常爱偷懒，总是趁着家里主人不在时不干活，跑到柴房去睡觉，被发现后还不知悔改。于是太姥姥的舅妈知道了之后，就拽了几根鸡毛用线扎起来，然后上面沾了点鸡血，对着鸡毛念叨了几句话，然后扔到了长工平时偷懒睡大觉的柴房里。没过多久之后，长工精神萎靡地跟一起干活的人说，以后再也不去柴房睡觉了。别人就问他为啥，他说他一去睡觉就有一个小人儿从他的脸上跑到头上，又从头上跑到脸上。故事3，太姥姥小时候住的村庄里几乎家家都种植麦子、玉米和西瓜。她说以前都穷，人们不舍得点灯，于是一到晚上村里几乎就全黑了，星星特别亮，麦子地里有很多狐狸对着月亮练圆丹，嘴一张一合的，于是麦地里忽明忽暗的，地里经常有小动物偷瓜吃。听到这一段的时候，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笔下月夜中的闰土和茶。太姥姥跟她的小姐妹闲得无聊，跟大人打了招呼，说去瓜地里看守西瓜，然后就开开心心拉着手一蹦一跳的去了。田地里有那种简陋的小房子，他们就在小房子里坐着玩游戏，玩得正开心。突然太姥姥听见窗外的野地里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声音，她伸头往窗外一看，好家伙，野地里有一只牛犊子大小的动物，正4脚朝天躺在地上蹭的，自己玩得很开心的样子。这动物太老了，从来没见过，于是很紧张地让小姐妹快看的是什么。结果除了她以外，别的孩子们好像根本看不到那里有东西，还说太姥姥故意吓他们。太姥姥不敢继续在那待了，夺门而出，跑回了家去。这件事她没敢跟大人说，第2天白天偷偷跑去那片地里，
看了看不明动物躺着的地方，只见那一片地上的麦子和草都被压倒了，可见晚上确实是有东西在那里滚来滚去的。故事四太姥姥还讲过一个听起来非常像《聊斋》的真实故事，我小时候深信不疑，但是现在回想起来，应该是有谣传的成分。他们村里有个寡妇，跟她家住的不远，膀大腰圆，身强体壮，非常泼辣能干，经常自己背着棉花到集市上卖棉花挣钱。后来不知道怎么的，就勾搭上了一个汉子。这汉子据说长得还挺精干大高个，一身黝黑的腱子肉。这汉子天天去寡妇家跟他一起住，晚上一起睡，白天就离开。久而久之，寡妇对这个黑汉子也非常有感情，跟他说自己想要个孩子。于是不知怎么的，他家就开始频繁出现小蛇。后来平日里身强体壮的寡妇身体竟然越来越不好，病倒了。去医院一查，说骨头都酥了，竟然没多久就离世了。寡妇离世之后，坟竟然成了个蛇窝，天天往外钻蛇。太姥姥听说有人见过那个黑汉子，从寡妇家出来后，爬上树变成个大黑长虫，尾巴卷在树上，头探进湾里去喝水。所以这是个蛇精勾引寡妇的故事。可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，我后来又分别问过2个表叔，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事。他们都表示认识这个寡妇说得出姓名的那种认识，而且确实坟上全是蛇钻的窟窿。所有人在跟我讲这件事的时候，表情都无比自然，完全不像是编的。故事5，太姥姥还给我讲过一个故事，说一个老汉会看风水，临死之前给自己选了块风水宝地，并且反复嘱咐儿女，给他下葬时不能用棺材，不能穿寿衣，必须光着身子下葬。结果到了下葬那天，儿女们架不住村里乡亲们的指指点点，给老爷子套了条裤子遮羞。结果没多久，天上突然下了一个炸雷，就把老爷子的新坟给炸开了。只见老爷子尸身的上半身已经长满了龙鳞，头变成了龙头，长着长长的龙角和龙须，可是下半身还是维持着人腿的形状。套着那条裤子，儿女们这才恍然大悟，是自己的孝心耽误了老爹成龙。后来这个故事我在《鬼吹灯》里也看到过，好像是老羊皮还是谁的也要变成龙来着。当时特惊讶，原来各地都有传说故事。我奶奶的三妹夫，也就是我的三姨姥爷，在我的印象中他长得挺憨厚，勤劳朴实，能干，忠厚老实，讷言寡语的一个人。突然有一天下午午觉睡醒后没下地干活，趁着三姨姥去邻居家帮别人缝新被子的空档，莫名其妙地吊死在自己家放杂物的小屋里，而且是跪着吊死在暖气片上。按理说，如果是吊在很高的地方，上吊时被自身的重力坠得窒息而亡，倒还比较正常。但是那么低的一个位置，而且还是跪着，很难想象一个人要出于怎样的心态，用多大的劲儿才能慢慢勒死自己，用这种慢性的痛苦的方式一点一点窒息，想想就觉得太难受了。我的三姨姥回家后看到这一幕，差点晕倒，连滚带爬地去邻居家喊人。我对这件事记得特别清楚，是因为那会我在上小学，爷爷和奶奶接到消息后回老家帮三姨姥处理丧事，我没人看，就跟着妈妈一起去上班了。我还在妈妈单位开心地吃着冰棍，跟我妈的同事说，我今天没上学，因为我三姨姥爷上吊了，我奶奶回老家了。罪过罪过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觉得小孩子这种无知的恶语太可怕了。童言无忌，
记得那时候爷爷过了一天就回家了，于是我不上学的快乐很快就结束了。而奶奶在三姨姥家住了好几天，说是因为三姨姥害怕。这事情过去了很多年，三姨姥后来又找了个老伴儿，现在过得倒也自如。直到今年过年的时候，二姨姥他们无意间说起这位三姨姥爷。他们说三姨姥爷是因为家里的捕鼠器夹到一只黄鼠狼，然后把黄鼠狼打死了。太姥姥从前村里还有个乡亲，在瓜地里干活时，用铁锨拍死了一只偷吃西瓜的黄鼠狼。结果没多久，他老婆就疯了，光着腚跑到大街上尖叫，骂他男人为什么要杀他，然后就一直疯疯癫癫的，据说经常大过年的，光着身子到处跑还疯叫。故事7：我虽然一直挺信这种神神叨叨的事儿的，但是对神婆出马、仙儿跳大神儿给人看病啥的，这种事儿总觉得还是有一些巧合或者坑钱的成分的。但是当自己身边的人突然顶了神，我也就不得不信了。我同事的表妹今年16岁，她在上初中的时候，好端端的突然上着课就开始流虚汗，身体虚弱的不行，天天头晕眼花，身体难受，家人就带着她到处看病，也查不出是什么问题。后来就想到是不是被什么东西给缠上了，于是找了个神婆。刚到神婆家里，神婆就说这东西太厉害了，我弄不了，但还是告诉了一些破解的办法，说可以试试。于是回家一试，果然就觉得身体一下子轻松了，但是没几天又开始难受了。这样反复好几次后，小表妹有天突然开始用另外一种声音说话了，开口就是他们都还不如我厉害，你找他们有什么用？家人没办法了，就在家里支了个案子给供奉起来了。小表妹自从顶上神了，也不上学了，天天就在家待着，因为年纪还太小，家里也不怎么让她给别人看事或看病什么的。同事给我讲这些的时候，还说她小表妹不让自己的妈妈去同事家做客，说同事家阴气太重，所以后来同事一家也都搬家了。还有一次，同事的妈妈去表妹家做客，大家一起看电视的时候，他们坐沙发上闲聊，说起电视剧中的男主角长得真帅什么的。结果表妹一脸不屑地说：“你们那是没见过我师傅，我师傅那才叫帅，特别帅。”然后抬手指着对面没有人坐的位置说：“这个男主角长得还不如他们仨帅。”同时妈妈吓得不敢多待，赶紧找借口回家了。还是同事，他小时候去一个邻居奶奶家拜年，这个奶奶也供奉着一个什么大仙儿，屋里摆着一个供台，然后同事一进门就不由自主地自己抱上去了，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奶奶一把就把他扒拉开了，冲着供台说了句：“你别掐得那么紧，要勒死他。”讲得我汗毛都竖起来了。同事小时候住在姥姥家，厕所旁边有个猪圈。他有一次晚上上厕所时，有头猪突然了一嗓子，把他吓了一跳。当时也没在意，结果后来就开始上吐下泻，高烧不止。老人们估计他是被吓掉魂了，于是带着他去了一个神婆家。神婆身上好像有一个什么蛇仙啥的，平时就是个很温柔慈祥的老太，但是同事形容她上神的时候说真的很吓人。香炉里插了一根烟，烟刚一点完，老太太的眼梢子突然一下子就吊起来了，声音也不是原本的声音了。同事就在对面坐着，当场就被吓呆了。后来神婆教了他妈妈一套咒语，说回家后把厨房里的筷子都取出来，然后立在碗里，念完咒语去把门打开，
然后同时妈妈回家用神婆教的方法的。于是那筷子果真就在碗里直直地站着，刚念完咒语后，还没等开门，筷子就一下子全倒了。同事一下子就好了。我妈说，我小时候也被吓到过，高烧不退啥的。我奶奶也用过这种立筷子的方法，好像还拿着我的衣服到门口念叨了一套什么词，也是很快就好了。不得不说，真是还蛮神奇的。故事接下来还是一个出马仙儿的故事，是我高中有天上晚自习的时候，后桌的男生给我讲的。这里就叫他鹏鹏。鹏鹏的家在东北大兴安岭林场，那里群山连绵，地大物博，人烟也比较稀少。鹏鹏的亲奶奶去世得早，爷爷又找了个老伴儿。这个奶奶年轻的时候出马，家里供奉一个大仙儿。爷爷老年得了脑血栓，瘫痪在床后。奶奶觉得伺候病人屎尿的太脏了，不好让大仙儿接触，就做了套法事，把大仙儿送走了。有年放暑假后，鹏鹏回老家避暑，看望爷爷奶奶。家里大人平时上班，就奶奶在家看着鹏鹏和鹏鹏4、5岁的小表妹。爷爷躺在隔壁屋，生活已不能自理了，说起话来也说不利索，呜呜的。这天奶奶的老闺蜜来家里串门，留下来吃午饭。奶奶做了几个小菜，饭桌上小表妹突然很反常地吃了很多饭，而且拦都拦不住，硬往嘴里塞。当时大家也都没在意，还觉得可能孩子饿了，胃口不错。后来看他实在吃得不少，硬夺了筷子才作罢。饭后，奶奶嘱咐兄妹俩跟爷爷在家好好待着，就跟老闺蜜出了门，说两人要一起去办个什么事儿。鹏鹏在屋里看电视，小表妹自己在旁边玩。过了一会儿，鹏鹏看着看着电视，突然听见爷爷在屋里呜呜地叫喊。鹏鹏以为爷爷渴了，就倒了水，去爷爷屋里给爷爷送水。结果进屋一看，表妹正在用力地撕扯爷爷，爷爷也被拽得呜呜叫唤。鹏鹏一见这个场面，气得上前一把把表妹拽开，并训斥她：“你干嘛？怎么这么不懂事儿？爷爷睡个觉，你拽他干嘛？”没想到小表妹回头斜愣着眼睛，一脸凶狠地瞅着他，然后冲他腿上狠狠地踹了一脚。按理说，一个4、5岁的小姑娘再怎么踢也不会有太大的劲儿。鹏鹏那会儿都已经是一个初中生，1.7米几的壮实小伙子了，却被这一脚踹倒在地上，疼得抱着腿半天没缓过劲儿来。后来好不容易缓解了一些，气得他爬起来，冲他妹妹后背就打了好几巴掌，小表妹就哭了起来。这时候奶奶回家了，看着嚎啕大哭的小表妹，又看了看一脸懊恼的鹏鹏，问发生了什么事。鹏鹏就把刚才的事跟奶奶说了。奶奶扯过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小表妹，在洗脸盆里倒了点水，把毛巾沾湿，坐下来给她擦脸。小表妹还在嗷嗷哭，脸上抹得像小花猫似的。突然奶奶斜愣着眼，冲着旁边没有人坐的空位子，恶狠狠地骂了一句：“看把你给能耐的！我不在家，你就敢欺负孩子了，看我今天晚上怎么烧香治你！”鹏鹏当时站在奶奶对面，把这一幕看得清清楚楚。奶奶斜愣着眼骂完这一句之后，她全身的汗毛一下子都竖起来了，后背麻嗖嗖的。而小表妹突然就不哭了，安静下来了，不一会儿就趴在旁边小桌子上睡着了。从那以后，她就不敢再回老家了。故事9，好像全国各地的水库或者大江大河都会有一些传说怪谈什么的。据说每年都会死上1、2个人，
太姥姥还给我讲过一个真实的灵异事件，那是40-50年前的事了。他们村里当时有个小伙子在镇上工厂里干活，因为离家远，所以也不经常回家住，就住在厂里的宿舍。那会儿通讯条件差，消息也不及时。这天傍晚下班后，突然村里有人捎口信来说，小伙子的娘病倒了。这可把小伙子急坏了，赶紧请了假，借了个自行车就往回赶。回村的路上会路过一个挺大的水库，这水库景色秀丽，水波浩渺，一到夏天就会有很多人下去洗澡解暑。但是据说水库下面有漩涡暗流，所以每年都会有人溺水。小伙子着急母亲的病，一路奋力蹬车。等到了水库这里时，天色已经很晚了。突然不知从哪冒出来俩小孩，跑过来拽着小伙子车子的后座，一直哀求小伙子：“求你了，带我走吧。”说完还抱着小伙子的腿，死活都甩不掉。小伙子回家时天都亮了，连滚带爬地进门，然后跑进厨房，从水缸里舀了点凉井水，一口气灌了下去，然后一头栽倒在地上，病了好几个月。后来病好了，清醒过来了，小伙子才支支吾吾地说，那俩孩子刚出现的时候，他还纳闷，大晚上的也没什么人，哪来的孩子？后来仔细一看，认出来了，那是前阵子夏天时在水库里洗澡淹死的2个同村的孩子。那俩孩子拽着他的腿不让走，他都吓破胆了，就这么纠缠了一宿。奇怪的是，早上太阳刚一出来，那俩孩子一下子就不见了，他才赶紧骑着车子往家跑。俩孩子可能是魂魄被困在水库里离不开了，很想回家，所以才会在看见同村的小伙子时，苦苦哀求他用自行车带他们走。好了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